其实昨天白天啊，我还不确定是否能提前拿到这个货啊。好在凭借我多年的这个信誉啊，让这1年1度的通宵制作呢给接上了。废话不多说，直接上正片。那因为制作视频的时候还不能激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聚焦内部结构上的变化。外观部分呢，我也简单提2个点啊。首先呢是手感啊，确实好的不像 Pro 系列，特别是15 Pro， 实测188克的重量，加上边缘的倒角处理，握持感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其次呢就是颜色啊，我拿了一个蓝色，一个原色。那蓝色这个真机啊，比官图更好看，属于比较沉稳的那种蓝色。原色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辨识度了。那至于指纹，对于有手来说都一样，把玩一会儿啊，这个边框的部分呢颜色都会变深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大，大部分朋友应该还是会贴膜带套的啊。所以与其纠结这个呢，不如去我的淘宝店逛逛啊。用机习惯较好的，推荐轻薄系列，超薄 PP 壳加超薄钢化膜，一套就12克。不然就看一下曲奇膜，全胶贴合，高铝基材，电镀疏油层，兼具防护和顺滑感，还带这个定位框，全程傻瓜式贴膜。好，我们这就开拆。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2台手机的卡托啊都是位于机身左侧，双卡上下放置，卡托为钛合金材质，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屏幕。正如我去年14系列拆解视频的预言，今年 iPhone 15全系列都更换为更便于维修的3明治结构。理论上啊，从后盖拆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考虑到 iPhone 的电池接口绝大多数都是设计在屏幕这一侧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先从屏幕下手，卸下2颗从 iPhone 3G 开始沿用至今的底部螺丝，加热后酒精配合拆漆片划开粘胶，自右向左打开屏幕。首先看到的就是科技那什么图了啊，配色统一，井然有序。那结构壁纸我们已经做好了，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领取啊。卸下固定主板盖板的所有螺丝，取出主板盖板，盖板呢是金属材质，正面贴有几乎全覆盖的散热膜，盖板内侧主要发热区域同样有散热膜的覆盖，接口对应位置的缓冲泡棉一应俱全。挑开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屏幕和感应组件的接口，取出屏幕。屏幕从排列看，应该还是3星啊。屏幕表面呢覆盖超瓷晶玻璃，调光方式呢依旧是感人的480赫兹低频 PWM 调光。那实测手动全屏最高775尼特，全屏激发最高1063尼特。那亮度表现和上代呢基本是差不多的。屏幕背面呢是全覆盖的金属板，上方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对比上代的面积反而有所减少。前置传感器的位置由于长焦模组的增大呢，而被迫移动到了更边缘的位置。第3步，拆卸主板，主底部分依旧是苹果独有结构布局，对比上代可以看出各部件的占比呢基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最明显的区别啊，就是取消了后摄模组上面的这个金属盖板。之前14 Pro Max 后摄模组左侧空出的一大块区域，现在刚好被这个潜望长焦占据，看来啊是早有布局啊。那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卸下3颗固定扬声器的螺丝，取出上扬声器。上扬声器的外部尺寸对比上代没有明显提升，扬声器的导音孔配置有防尘防水的胶圈，卸下所有固定主板的螺丝，翻起主板，背面还固定有无线充电线圈的接口，卸下螺丝，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即可分离。那主板和中框之间仍然只用散热膜接触，并且啊还隔着这么一大块尾插排线，没有导热规则的填充啊，这个散热能力堪忧啊。15 Pro 的散热设计也是一样的啊，没有良好的导热散热能力，你和我谈什么 A17 Pro 的峰值性能啊，更别说什么光追3A 以及高质量视频录制的体验了。主板从外观来看呢 ，Pro Max 和 Pro 基本一致啊，应该还是通过识别电阻来区分型号。那国行主板对比美版主板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美版取消了 SIM 卡卡槽，并将 ROM 移动到了 SIM 卡卡槽的位置，这下呢直接将改卡槽提升到了地狱级难度了。这一改使得美版的 ROM 和 SoC 的距离变远，那主板的热量分布会相对平均一些，所以理论上来说，美版的散热表现应该要比这个国行好上一丢丢啊。主板上所有接口都有缓冲泡棉的覆盖，屏蔽罩上没有覆盖散热膜或者散热铜箔。旁边 ROM 上的丝印呢是以 K5A5 开头，经过第三方验机软件查询呢
，ROM 来自东芝，使用 NVMe 协议。私下接口四周的缓冲泡面可以看到，接口周围的小元件都进行了封胶处理，热风枪加热分离主板，清掉导热材料。国行主板继续采用 iPhone 特有的这种设计方案，将 SoC 加在2层主板之间，紧贴基带芯片和 ROM 背靠背，几个发热大户挤在一起抱团取暖，这想不热都难啊。上层板上呢，上方是来自海力士 LPDDR5 的 RAM， 容量8GB， 下方压着的就是首款大规模商用的3纳米 SoC A17 Pro 了。内部代号呢是 APL1V02，相比上代 A16， 外部封装尺寸略有缩小，但晶体管数量呢从160亿提升到了190亿 ，GPU 核心数量从5核到了6核。比较有意思的是，苹果首次在 iPhone 上取消了 SoC 型号私印，那估计苹果对这颗 SoC 表现自己都不是很满意啊，所以不配拥有姓名。还开个玩笑 ，SoC 的左侧呢是 UR 超宽屏芯片，右侧呢是自家的电源管理 IC， 内部代号是 APL109A。下层板上搭载有高通的 X70 基带芯片，那上方还配备有2颗 SDR735 的射频 IC， 下方呢是来自 USI 环序电子的 WiFi 蓝牙模块。那这次的速度是有提升的，10级升级。取出面容 ID 模组，维持和上代一样的布局，从左到右呢依次是点阵投影仪、红外摄像头以及前置摄像头。卸下2颗螺丝，取出巨大的后摄模组，3个后摄固定在一个金属防滚架内，摄像头四周和激光雷达的对应位置有缓冲泡面的保护。翻至模组背面，潜望长焦的对应位置贴有散热膜，超广角和主摄的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面。摄像头的金属防滚架呢是用 CNC 加工出来的，整体后摄模组比 iPhone 14 Pro Max 显然更大了。摄像头参数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官网上都有。Pro 和 Pro Max 的主摄 CMOS 面积对比上代没变，15 Pro 的3倍长焦对比上代也没变相信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这颗潜望长焦镜头，具体的实现原理相信也都了解的差不多了。今天我们就看3个东西一个呢是3轴防抖结构，从背面看整个移动量还是比较大的。垂直方向呢4个角落可以看到还有这个3颗滚珠整个设计确实非常精巧。第二个呢是 CMOS 的面积，对比小米13 Ultra 的潜望 CMOS，这个很苹果最后一个呢，就是这块厚度仅为2.77毫米的棱镜内部是否有专利文件上的2处用来消除杂光的光缆。从显微镜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内侧呢确实是有2片的。取出激光雷达，雷达对比上代结构有所调整，模组厚度呢从上代的3.67毫米降至3.03毫米。那实测新款投射出的单个光斑更大一些，但整个点阵相比老款更为稀疏。卸下中框顶部的所有螺丝，取出顶部麦克风的固定支架，取出天线模组，天线模组上集成有顶部的麦克风。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卸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挑起底部扬声器，调开马达的接口，取出底部扬声器和马达。X 轴线性马达，那应该还是瑞声科技第2代 SLA 技术。那尽管这个技术相对落后但架不住个头大。15 Pro Max 实测大致是0921，15 Pro 呢略小一点，大概是0919，这也比安卓目前最大的0916要大一些了。并且呢，马达还内置了霍尔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振子位置，主打一个精准调控。再看底部扬声器，外部尺寸上对比 iPhone 14 Pro Max 没有明显增大， iPhone 15 Pro 对比 iPhone 14 Pro 也是一样。第5步，拆卸电池。电池有快拆设计，使用镊子卷绕大法拉出3条易拉胶，取出电池。2块电池均为苹果特有的 L 型外观，采用单电芯单接口设计。Pro Max 容量4422，相比上代增加99毫安时，制造商呢为惠州德赛。Pro 容量3274毫安时，相比上代增加了74，制造商是兴旺达。第6步，拆卸尾插排线。卸下尾插排线区域的所有螺丝，挑开2颗麦克风，取出麦克风和气压计的塑料支架。卸下2颗固定 USB-C 接口的螺丝，取出尾插排线。排线上集成有2颗底部麦克风、气压传感器以及 USB-C 接口。接口呢是10Gbps 速率的 USB 3规格，并且支持 DP 视频输出和4.5瓦的反向有线充电最后一步，拆卸后盖。加热后，酒精配合拆记片划开粘胶，分离后盖。后盖呢是玻璃材质设计语言呢从 iPhone 11系列沿用至今，采用冷雕工艺，将一整片相对较厚的玻璃雕薄使得后摄 Deco 与后盖浑然一体不再有破坏整体性的拼接缝，也让防水结构少了那么一个围堵点。后盖内侧乍一看呢，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但细心观察后发现，散热膜只是覆盖了无线充电线圈以及左上角的这么一小部分那其余位置呢都是黑色的贴纸。
无线充电线圈搭配自家的 MagSafe 呢，可以实现15瓦的无线充电功率。那右上角的后摄 Deco 内衬呢是金属材质，卸下2颗螺丝，取出麦克风盖板，后置麦克风就藏在下方。整机一共搭载了4颗麦克风啊，也是传统直板手机中数量最多的了。挑开闪光灯模组，闪光灯呢是 Pro 系列独有的自适应原彩闪光灯，可以自适应的去控制闪光强度、亮度和均匀性上呢都有提升。闪光灯内侧添置有防尘防水的胶圈。最后的中框部分啊，就是绝大多数消费者感知最明显的地方了。外边框采用钛合金打造而成，内框呢使用铝合金作为基底，两者通过固态扩散技术呢，将这个钛合金和铝合金连接在一起。不过有一点发布会没有提及啊，就是钛合金和铝合金之间的连接呢不仅仅只有这个固态扩散技术，还是能看到这个常见的纳米注塑工艺的。钛合金作为强度重量比很高的金属之一啊，抛开工艺成本不谈，确实呢可以很好的兼顾强度和重量。实测15 Pro 的后壳总成要比14 Pro 轻了将近16克。钛合金边框加铝合金内框的组合，就是这次瘦身的最大功臣了。但是考虑到 iPhone 这些年来散热方面的原地踏步，我对于15 Pro 系列的散热又有了新的顾虑啊，那就是这个钛合金自身的这个导热性能堪忧。这对于本身就不注重散热的 iPhone 来说，这属于是雪上加霜了。好了，拆解呢就到这里啊，整机有37种，共74颗螺丝啊，都拆成这样了，也没办法还原了啊。那总体看下来啊，这回的 iPhone 15 Pro 系列，我的感受啊，核心升级点主要就是外观层面的。那抛开有强制被迫成分的这个 USB-C 外，就是上手感知最明显的轻薄机身了。那为了轻薄呢，是做了不少结构上的优化，把钛合金材料呢首次带到了手机上。相信接下来国产厂商也会想办法降本跟进。那还有全新的这个潜望结构啊，你是能看出在研发制造方面，苹果还是展现出了顶级一线大厂的风范啊。只不过再精巧的结构设计呢，最终都是要服务于功能和体验啊。轻薄确实是做到了，但也希望苹果能正视其他体验上存在的问题，比如散热表现，还有信号问题。这不管是面对普通用户，还是专业创作者，都是急需解决的痛点。毕竟从 A17 Pro 的表现来看，工艺进步所带来的性能提升已经有明显的天花板了。咱不能老是靠生态绑架用户，对吧？你可是苹果呀。那唯一值得期待呢，就是搭配 Vision Pro 的使用体验啊。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显然只是少数人的尝鲜玩具吧。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罗宾，我们下期想拆再见。